他也许是这个世上最不怕威胁的男人，即便是一把枪对准了他的太阳穴，还有4个大汉持枪呈扇形站在他身旁，可他依旧是不慌不忙地叠着毛巾，接着按下了手表倒计时。他只给黑老大9秒忏悔人生的时间，而这9秒转瞬即逝。这个叫麦考尔的黑人老头眨眼之间就干掉了房间里的所有人。他捡起一把霰弹枪，看着奄奄一息慢慢在地上爬行的黑老大，最终一枪解决掉他的性命。麦考尔刚走出房子，就看见车上还坐着一个小孩，这是黑老大的孙子。麦考尔并不想对小孩动手，只是让他待在车上，不要轻举妄动。可他转身没走几步路就被人打中了后背，而开枪的竟然就是小孩。麦考尔直到最后也没有开枪，不敢相信这么小的孩子也会开枪打人。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一脸的震惊和无奈。也许这个世界上的坏蛋永远也杀不光，也许这是上帝对他一直以来以暴制暴的惩罚。而这个一直惩恶扬善的男人也感到了疲倦，他开着车坐上了渡轮，他的肚子上还一直流着血。他没有目的地，死在未知的半路上是他最好的结局。但是一个好心人还是在路边发现了已经昏死过去的麦考尔。等麦考尔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病床上，一个老医生救了他的命。由于他的伤是枪伤，所以老医生问了他一个问题 Ha salvato un uomo buono o uno cattivo? I don't know, non lo so. 麦考尔却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的过去是一本沾满鲜血的书，他不该被任何人翻开。到了深夜，再次醒来的麦考尔突然想到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背包，他扭头一看，似乎并没有被打开的痕迹。看来老医生是一个好人。恢复了身体的麦考尔终于可以下地走路了。他走出了房子，只不过还需要拄着拐杖。他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海边的小镇上。老医生告诉他，这里是意大利的阿尔塔蒙特，是一个宁静淳朴的小地方。麦考尔来到了小镇的街道上，这里确实像老医生说的那样，宁静且祥和，像是被时间遗忘的角落。但麦考尔作为一个外乡人来到这里，还是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而麦考尔也在暗暗探查着四周的环境，他看清楚了路口摄像头的位置，看到警察就远远地避开。最终他在一个小咖啡馆门前坐了下来，他点了一壶茶，可女店主却看他是美国人，给他上了一杯咖啡。看来这里的人对他这样一个外来人还是充满了防备。麦考尔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警察带着女儿走到了他的身边。原来年轻警察名叫吉奥，他就是那晚在路边救了麦考尔的人。吉奥告诉麦考尔，救他的老医生是个好人，这里所有的人都是老医生接生的。吉奥并没有询问麦考尔任何个人问题，只是意味深长地提醒他，这里的人都是善良的，希望他也是一个好人，不要在这里做出格的事情。麦考尔自然明白他的意思。而刚离开的吉奥小女儿突然又返回来，送给他一份小饼干。这饼干就像是小镇的居民对他善意的试探。柯林斯是美国中情局年轻的女探员。这天他突然接到了一个匿名者的电话，告诉他在意大利西西里的一个酒庄里藏着一大批从叙利亚进口的葡萄酒，让他们去查一查情况。打电话的正是麦考尔。接电话的格林斯立马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头的问题。一个专门生产红酒的地方，为什么会从战火纷飞的叙利亚进口葡萄酒？可麦考尔并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立即挂了电话。他继续在小镇上休养自己的身体，每天还是照例在此闲逛。而小镇的居民也渐渐对他熟悉，不再对他有戒备的心理。麦考尔开始慢慢喜欢上这个地方，但这里也并不完全是一方净土。这天麦考尔在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几个骑摩托车的小混混守在鱼铺的门口，里面传来了打斗和咒骂声。原来是混混的小头目正在铺子里殴打鱼铺的老板，就因为他交不上来这一周的保护费，一直站在铺子外面的麦考尔忍住了没有动手。毕竟这种事在欧洲大部分的地方都有，在他看来也是小打小闹。作为一个外来客的他并不想打破这里固有的规则。小头目出来后也注意到了一直站在门外没有动的麦考尔，但他并没有当回事，以为只是个普通游客，带着小弟们呼啸着扬长而去。他们一路招摇过市，骑行到了那不勒斯的市区里。这个小头目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他的哥哥正是盘踞在此的科莫拉家族分支的老大。科莫拉是意大利最古老也是规模最大的黑手党组织，而此时他的大哥正在一栋楼里强迫住户们搬走，因为他要在这里建酒店。而由于部分住户的强烈反对，他直接命令人当众吊死了一个老头。他就是想杀一儆百，给这些反抗的他的人看看，像他们这样的科莫拉黑帮家族已经成了意大利根深蒂固的顽疾，几乎每个城市和小镇上都会有，政府也无法根除他们，无人敢管。而这个大哥除了那不勒斯市区里的生意之外，
他也盯上了海边的阿尔塔蒙特。他想在这里建赌场和度假村，所以他要派他的弟弟在这个小镇上做点事情，来恐吓一下这里的居民，好让他们全部都搬走。而此时正在小镇上休养生息的麦考尔，并不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就要向宁静的小镇袭来。此时的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小镇的生活，他和老医生成为了好友，两个人每天无话不谈。而他去鱼铺买鱼的时候，老板也坚决不收他的钱，只因为他是德高望重老医生的朋友，所有人都对他很友善。而麦考尔的心中也一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在别人的眼里到底是怎么看他的。他想起当初老医生问他的那个问题，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I mean, when I come here, you take care of me. Why? Remember what I asked you? And you said you didn't know. Only a good man would have said that. 这个答案让麦考尔内心震动，因为一直以来杀戮太多的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他久久不能平静。但身体痊愈的他还是决定悄悄离开这个安静的地方。他只是一个偶然路过的异乡人，他的过去让他觉得自己并不配在这个宁静的小镇生活。收拾好行囊的麦考尔刚准备离开小镇，突然发现街面上大家突然都朝小巷里跑去。原来位于小巷里的鱼铺燃起了大火。这个小店是鱼铺老板赖以养家糊口的全部家当，他发疯似的想要扑进熊熊大火里，而他的妻子在一旁痛苦的哀嚎。麦考尔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幕惨剧会发生在这个地方。可当他看见了小镇外骑着摩托车的一群小混混幸灾乐祸哈哈大笑时，他才明白是这群人搞的鬼。麦考尔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离开，他留下来和其他人一起帮助鱼铺老板清理烧毁的店铺。而年轻警察也通过摄像头拍下的视频，看到一辆深色面包车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他打电话向总部告知了这一发现，希望能找到这辆车的主人。这件事过后，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鱼铺在大家的帮助下又重新开门营业了。麦考尔也没有再离开，虽然小镇现在又一切太平，但他还是隐隐感到马上还会有新的事情要发生。这一天，他照例在咖啡馆门前喝茶，他一眼就看出邻桌女人在偷偷用手机拍他，而女人正是他曾经打电话联系过的中情局探员柯林斯。原来他几天前就来到了意大利，带着中情局的大部队突袭了西西里的酒庄，发现了这里的大批的黑帮尸体之外，还找到了麦考尔说的从叙利亚进口的红酒。可他们打开红酒却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酒，而是满满一袋毒品，甚至他们还在地下室里找到了厚厚一沓钞票。柯林斯判断肯定是有人通过走私贩毒大量的洗黑钱，但是幕后之人到底是谁，他摸不准。所以他通过中情局强大的情报网找到了麦考尔所在的小镇，找到了给他打匿名电话的那个人，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柯林斯想知道眼前的黑人老头到底是谁，麦考尔却说自己是一个路人而已。但柯林斯知道他并不简单。Where'd you get that number? In the book. How'd you know I was me? The way you pronounce your M's, it's dry. Police found multiple dead bodies on that vineyard. You kill him? I look like a guy who kills people. Like it or not, you're a person of interest. I'm an interesting person. Stick around. I'm just getting started. 没有任何收获的柯林斯让麦考尔留在小镇，哪里都不要去，他还会来找他。就在同一天，小镇的年轻警察吉奥去接女儿放学，一个男人在电话里告诉他，他的女儿已经被提前接走了。吉奥慌了，吉奥心知不好，赶紧跑回家。可他一进家门就发现几个大汉正坐在家里，而他的妻子和女儿则被小头目搂在怀里。吉奥被人从后面一棍子打倒，小头目往他身上狠狠地踢打着。原来吉奥打给总部电话，被人通风报信告知了黑帮，所以这群人找上了门来。小头目将他的女儿一把抱在怀里，用枪抵住头，威胁他如果再敢多管闲事，那么下一个遭殃的就是他的女儿。吉奥到老医生家里做了包扎，看着鼻青脸肿的年轻警察，麦考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老医生，才得知这是科莫拉做的好事。这种事情在意大利的每个小镇都会发生，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老医生很无奈，在他眼里，科莫拉就像是意大利的癌症，已经无药可救了。然而这件事情并没有过去。在一天晚上，吉奥带着家人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这群小混混们又来了。Come va a testa, Marcello, ti fa male? Non ti preoccupare, va. Ti devo chiedere un favore. E ci chiedi i barche. 就在小头目想继续找茬的时候，他一扭头，看到了正死死盯着他的外来客黑人老头。麦考尔看他的眼神让他很不爽，还没有人敢这样盯着他看。他于是放过了吉奥，起身坐到了麦考尔对面。他警告这个陌生面孔，
让他别多管闲事，否则会很不好看。但他没想到黑人老头会反过来警告他。Lord knows I'm allergic to bad things. Yours isn't very good. I'm really beginning to like this place. That this is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Please, do it somewhere else. 就在小头目觉得好笑的时候，迈克尔灵针起手，他一把就擒住了小头目的手。其他的小混混想上来，却被小头目叫停，因为他此刻非常的痛苦。I don't want that. They don't want that. Tell your compadres that they can leave. On the beat. 在迈克尔强大的威压下，小混混不得已离开了餐厅。Now listen to me. Take the gun out of your waist. 迈克尔让小头目交出手枪后，也放他离开，但他知道这件事并没有完。第一次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的小头目，决定要狠狠地报复。他让小弟去把深色的面包车开过来，可是等了半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就在这时，面包车突然冲过来撞死了一个小弟，而车里的人也早已经挂了。而这正是迈克尔的杰作。他3两下就干倒了小头目，把这个嚣张跋扈的混混捅死在面包车旁。麦考尔虽然解决掉了一直欺压百姓的坏蛋，但他不知道更大暴风雨即将侵袭整个小镇。与此同时，在另外一边的拉普勒斯市区里，柯林斯也开始他的行动。通过调查，他发现有大量的街头毒贩贩卖的毒品和他们在酒庄里缴获的叙利亚毒品一模一样，所以他怀疑有人从叙利亚运毒到意大利的港口，然后再分散在市区里售卖。于是他找到了那不勒斯的警察局长，希望他能一起配合调查贩毒案。可没想到，警察局长对这个来自美国中情局的探员态度非常冷淡。他迫于美帝国的淫威，被迫和中情局合作，扫荡了拉普勒斯周边几个藏毒小窝点。他们派出了意大利精锐的 GS 小队 ，GS 是意大利空军特别行动勤务组的简称，是意大利专门用来对国内猖的恐怖主义分子。GS 队员手持黑科勒科赫 MP5 冲锋枪，干掉了所有藏在房子里的匪徒。而转头，警察局长就来到了克莫拉的地盘上，他找到了正在开追悼会的黑帮大哥。原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黑帮大哥搞的鬼。他为获取更多的利益买下小镇的土地，所以从叙利亚进了大量的毒品，在意大利各地偷偷售卖。而警察局长就是他的保护伞。可他的大业还没完全展开，弟弟就被人弄死了。警察局长告诉他，一个中情局的女探员已经发现贩毒，这件事他已经快包不住火了。他让黑老大马上停手，要不然大家都要完蛋。可此时的黑老大正是悲痛之时，他哪里能受得了警察局长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C'hai ragione, Barà. Non me ne fottono un cazzo. O tu stai a scordare il posto tuo io? Il posto mio è quello di capo della polizia. Barbaro eri. E barbaro resterai. Io t'ho avvisato. A dopo! 黑老大残忍地切下警察局长的手。Ti faccio portare all'ospedale dai miei barbari. 让他抱着自己的手送到了医院，而死了弟弟的黑老大内心已经被愤怒填满。他不光对自己人下手，连调查他的中情局也不放过。柯林斯刚准备上车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正是麦考尔打来的电话，而正是这一通电话救了柯林斯一命。黑老大已经彻底的疯狂了，他召集人马带着车队连夜赶到了小镇里。他抓住了吉奥，把他推倒在小镇的广场上。小镇的居民都围拢了过来。黑老大当着所有人的面疯狂地叫嚣着，他要找出杀他弟弟的凶手，要不然他要血洗整个小镇。说着，他就残忍地打碎了吉奥的一只耳朵。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大喊一声 ：“Joe! It's me you want. I leave these people alone. He wouldn't listen. So here I am.” 正是麦考尔的声音。他从墙后面走了出来，他愿意自己跟黑老大离开，来换取这个小镇的平安。Just don't do it here. This is the best place, American.
但没想到黑老大又想杀鸡儆猴，要在广场上杀掉迈克尔，来震慑这个地方所有反对他的人。就当黑老大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开枪的人竟然是老医生，他拿着枪站了出来，对准了黑老大。而小镇居民们这个时候也跟着老医生一起反抗了，所有人都拿出了手机对准了这群混蛋，把他们都录了下来。此时此刻，小镇居民们都一条心想要保护麦考尔。黑老大没想到这群人全部都不再怕他，他知道这一次他失败了，气急败坏的他只能带着人暂时离开了小镇。虽然这群人走了，但是迈克尔知道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他再次戴上了他的手表，要再次替天行道。深夜，黑老大在房间里熟睡，守在庄园门口的打手突然听到了院子里汽车警报器响了，他于是端着枪过去查看情况，可他看了半天并没有什么异常。就当他放松戒备准备抽根烟之时，房子里3个打手正在玩牌，突然房间里一黑，全部断电了。一个打手走到窗口查看，没发现什么状况，正准备往回走，迈克尔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逐个解决掉房间里的所有打手。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开枪就被解决掉了。正在床上熟睡的黑老大突然感到一滴水掉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一摸发现竟然是血。惊恐的黑老大赶紧拿出枪，大叫着自己亲信的名字，可偌大的房子里没有任何人能答应他。他看到所有手下都已经断了气，更加惊恐无比，他疯狂地对着四周扫视，一转身却被人一拳打晕过去。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被捆在柱子上，嘴里被喂进了大量他售卖的毒品，而麦考尔就坐在他身边。黑老大此刻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嚣张跋扈，他口吐白沫，不知道他到底惹得谁。而迈克尔对这种罪大恶极的人，并不会轻易的结束他的性命。吸毒过量6分钟后就会停止心跳，他割断了捆住黑老大的绳子，让他在这最后的6分钟里忏悔自己的罪孽。而此时小镇的居民们正抬着圣母游行，这是他们一直祈祷的神灵。善良淳朴的人们在这一晚再一次祈求圣母能保佑他们能度过暴风骤雨。所有人拿着蜡烛，脸色庄严肃穆地来到了海边，他们做着祷告仪式，海面上放起绚丽的烟火，所有人都向往着美好的生活，希望圣母的护佑，希望永远没有罪恶和伤害。但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保护他们的人正慢慢跟在黑老大的身后，一直亲眼看到这个罪恶之子死在眼前才罢休。躺在医院里的柯林斯看到电视里报道着新闻，那不勒斯所有的贩毒组织和科莫拉的余孽都被抓了起来。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来人竟然是迈克尔，他提着一个背包，而里面竟然装的是36万美元，而这36万美元就是他来到意大利的原因。原来他是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退休老人追讨被网络诈骗骗走的养老金，一路追到了意大利西西里的酒庄，从而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迈克尔把背包留给了柯林斯，希望他能转交给退休的老人。It's your pension. How did you? Wasn't me. Who then? It's a good question. Well, thank you. 而他深渊的任务也终于就此结束了。至于麦考尔为什么会找到他，柯林斯从迈克尔留下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了端倪。原来他和柯林斯的父母在很早以前就是朋友。阿尔塔蒙特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人们欢笑着在一起庆祝。迈克尔笑着看着开心的人们，他加入到人群里，成为了这里的一份子。这里就是他最好和最后的归